如果你拯救了幾百個人的生命，你能忍住這個秘密整整50年，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說嗎？我是廣元，今天我們要打開一個被鎖在閣樓裡的舊皮箱，裡面裝着的是人類歷史上最震撼的眼淚。故事要回到1938年的布拉格，那時戰爭的陰霾正吞噬着歐洲。29歲的尼古拉斯·溫頓原本是個前途無量的英國股票經紀人，過着優渥的生活。但當他來到布拉格，看到那些在難民營裡挨餓受凍、即將被送往集中營的猶太兒童時，他無法轉身離開。他在心裡對自己說，政客們還在爭吵，但這些孩子明天就會死。如果沒有人願意站出来，那就讓我來。火車站上，無數猶太父母强忍着淚水，都希望能把孩子送往英國的列車換取活下來的機會。但是多数家庭是搶不到高額的火車票的，一切就只能交給上帝安排。另一方面，溫頓也展開了拯救猶太兒童計劃。他拿出了自己畢生的積蓄，甚至四處借錢。白天他四處奔走，夜晚他在旅館裡瘋狂地偽造簽證，填寫名單。他這麼做只為了一個目的，他要籌措高昂的保證金與跨國旅費，從死神手中替孩子換取一張活下來的通行證。溫頓站在月台上，看着火車緩緩開動。就這樣，他從死神手裡搶回了669個孩子。停下！可是就在1939年9月1日，原定出發的第9列火車被強行攔下了，因為那一天二戰全面爆發。車上的250個孩子再也沒有回来，這成了溫頓心裡一輩子無法愈合的傷疤。他很沮喪，認為自己應該可以拯救更多的孩子才對。戰後，他把那本記錄着669個名字的剪貼簿鎖進了閣樓的皮箱裡，再也沒對任何人提起。這一鎖就是整整50年。他像一個普通的銀行職員一樣退休變老，沒人知道這個平庸的老頭曾是幾百個人的上帝。1988年，妻子在打掃時意外發現了這本名單，這段震驚世界的秘密終於重見天日。溫頓被邀請到了 BBC 的電視節目現場，節目進行到一半，主持人突然看着鏡頭說，今晚現場有誰的生命是溫頓先生拯救的？請你們站起來。話音剛落，溫頓身邊的女士站了起来，接着他身後第2排、第3排，整整幾十個白髮蒼蒼的老人齊刷刷地站了起來，他們全都是当年火車上的孩子。溫頓震驚地回過頭，看着這些因為他而活下來，如今已經為人父母、祖父母的生命。這位隱忍了50年的老人終於忍不住了，他摘下眼鏡，輕輕擦去了眼角的淚水。猶太法典裡有一句話，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就是拯救了全世界。溫頓先生救下了669個世界，但他卻將這個秘密鎖進了閣樓。聖經馬太福音裡也有說道，你行善的時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在這個做點小事就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的時代，溫頓用他的一生向我們證明了這句話：真正的善良是无聲的，最高級的偉大從來都不需要掌聲。願我們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都能保有一顆不為人知的善心。我是廣元，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故事。